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课题5的考核，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大家会通过新闻综合频道的民生栏目新闻方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大爆料”，获取近期上海市民的爆料求助，由实习生自己联系爆料人，进行现场采访、直播连线报道、新闻稿撰写、后期配音、剪辑。哇，全流程。如果说按照物业刚刚讲的，他们是有巡检、有预检的，那这个洞会看不见吗？我们物业的老师在。水就不能真实。哦，当时水有这么高？哎，来不及下去。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直播的连线，您是作为就是居委会这一方。旁人能把这么一团乱麻给理清楚，快刀斩乱麻。地方访记者是吧？对，是的，是的。哎，你好，我这边是浦东城管。你好，城管来了，他们打电话找城管了。我是等会儿我们连线的主持人，然后稍等，可能我会请您站到这个位置。他有个诉求，就是他想背着拍。哦，可以的，可以的。然后我们就在这聊一会儿，然后大概就是问您说，6年的时间是怀着一个怎样的心态一直在做这件事，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真的做这种外扭民生节目，战争就是一场战争。倒数1分钟。好。加油！Give me 5，加油！开始了，我就在位置上站好了。3、2、1。20秒片头。坊间冷暖，上海温度，我是凯旋，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新闻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难题。家住浦东新区路与路附近的居民向我们的栏目反映称每天凌晨的4、5点钟的时候他们都能听到自家的楼下有响亮的公鸡打鸣的声音，声音有的时候呢还此起彼伏，十分的扰民。而这划破寂静夜空的一声声鸡叫，原来是来自附近临街商铺门口的一辆3轮车上。为了查明缘由，今天一早我们的记者雨佳就赶到了现场。雨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这个味儿太对了，这个连线的感觉是吧？好的，凯旋您好，我是雨佳。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的路。那有市民爆料说在每天清晨的3点半到5点之间，会有此起彼伏的鸡鸣声，而且非常的刺耳，影响到了他的休息。而声音的来源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斜后方有一辆上面有着蓝色布子的3轮车。原因呢，是因为每天晚上的凌晨，在这辆车上会满载着一车的活禽，足有10几只，而在第2天早上，这些活禽会进行售卖。究竟这个情况是如何？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它对我们群众的生活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也把爆料人请到了我们的直播的连线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困扰和诉求。好的，有请。你好，你好，可以先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遇到的一些困扰你的情况吗？因为这边它有鸡鸣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我前几年搬过来就一直有，特别扰民。那它每天叫鸣的时长大概要持续多久？一般是1、2个小时，而且叫声的持续的时间和它的频次，一般是看它每天的鸡的性别和公鸡的数量而定。因为如果都是母鸡的话，它可能当天它就不打鸣。是的，鸡的性别。
很严谨。没有，因为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听到声音，然后结果就说今天怎么没有叫呀？他说因为今天卖的可能都是母鸡。那您现在就是因为找到了我们栏目组，我们需要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那您现在有什么相对于的困惑，或者说需要我们想去帮您对接的诉求呢？如果是售卖活禽的话，希望还是有卫生的一些检疫的程序，然后包括会有正规的营业的一个许可。因为上海市有颁布一个2024年20号的一个文件，这边也是严令禁止在非固定的摊位这边是售卖活禽。明白。那您是只是听过这个声音，还是说您有到线下去买过它这个鸡呢？我这边是暂时没有买过。我出来准备一下了啊，在那里准备好就好，在那个红色的位置。好的，明白。好的，已经了解了您的诉求，谢谢，谢谢。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活禽交易的定义啊。活禽交易是指合法养殖的禽类在市场中进行销售、宰杀以及加工的行为。那在今天的凌晨，我们就在这辆3轮车的对面，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进行了一个蹲点。那在早晨的4点20分，有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它将一车的活鸡和活鸽子来搬到了这个马路的对面，也就是这个位置。之后呢，它在夜色朦胧当中，把2笼子鸡从大货车上搬到了这个3轮车之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把这个笼子上的鸡肉一个一个的放入了这个邻里自提点，可以给那边一个镜头，邻里自提点里面的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而之后我们又去实地去买了一只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当时买的一个活鸡。那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一个整只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选定鸡之后，就在这个海鲜店门口，店主给我们进行了鸡的一个屠杀，屠杀。屠杀吗？他刚才提到你说对那些鸡进行了屠杀，用词。这些活禽究竟是从哪里来？那根据上海指导，把方圆10里的鸡都杀了。那这些禽类。雨霞有时候用词不是很准确，但是它总体还是蛮顺的，讲得很清楚。今天早上到底什么状况，这些描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根据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也明令的禁止了活禽交易的行动。这些禽类为何会在路边的门面进行售卖呢？那今天我们也把沪东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唐请到了现场。唐队你好。你好，你好。刚刚我们的爆料人有进行过这样一个投诉的行为，那您这边是有收到这个投诉的反馈吗？是的，我们在前期确实收到过相关居民的投诉。那么我们当时到现场来看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发现他有实际经营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发现实际经营的行为，但当时在这个门面里看到活禽了吗？门面里面当时他只有卖的相关的一些猪肉什么的，活禽确实没有看到。活禽是从第一次来，我们来线下一直到后面的还有来过吗？我们分别3天3个不同时间段来过，都没有发现。对，像他这些问题都是有必要的。他等于在现有的基础上想到能再追问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对，这一点很棒，真不错。都没有发现活禽的一个现象。那咱们这个城管部门在对于活禽这方面的治理方面，我们的职能的范围大概在什么地方？只有是针对家庭饲养这块是有一个相关的条例的。那么针对他这种商铺里这个经营啊、交易的这种行为，目前是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白，就是现在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说是对里面的一些交易行为，我们城管部门能去做出一些处罚的行径。那投诉人投诉的结果是划归到了我们的城管部门，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管，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城管虽然针对他这个活禽交易不能直接进行一个管理，但是针对如果他是涉嫌这个跨门经营或者是占道经营的话，这一块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管理和处罚的。可以出来准备。明白，好的，谢谢唐队，谢谢。那针对刚刚唐队所说的啊，可能城管的管理区域就是在这个门面店以外，那门面店以内由谁来管呢？那我们也请到了沪东市场监管所的副所长，有请。你好，那刚刚我们的城管部门说，它的一个职能范围主要是在这个门店之外，那门店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归咱们管呢？认真不错啊。最后1分钟，利落。但是这是正管，给1分钟有点短了。应该对。
是这样的。那么根据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门店内的一些违法经营行为，如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处理的。那之前这种现象，你们有接到过反馈吗？根据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呢，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是主管在市场内的活禽交易行为，那么在市场外的活禽交易行为，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执法权。您指的这种个体商户，它不属于市场之内的经营吗？对，不属于。这就我说的嘛，它其实没有明确的法，它有个规定。他们管市场内，那城管呢只能管占道，又不能管门面内。那是如何定义的呢？说我们市场的话，根据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市场的定义是指专门的集贸、农贸市场。好，明白了。好，谢谢所长，谢谢您的解答。那我们可以看出啊，无论是从城管方还是从这个市监督所的这个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中间好像是存在着一个没有办法去单独进行治理的一个区域的。那这个区域究竟之后该如何治理，而之后的发展又该是如何？那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报道。好的，凯旋，以上就是我这边现场的所有了解到的内容。不错，可以拉回去上班了。5秒交接，利落，真棒。好，雨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了解，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关注一下，希望你为我们解答一下。临时提问。我天。好的。考察来了。凯旋在发问。好，那第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有去问过城管执法部门，他们也有提到，他们应该是去检查了3次，但是都没有看到。那我想可能人防是达不到24小时的监管，但是比如说该个街道或者是商铺门口有没有定点的监控可以做到技术防护呢？有没有拍到过类似的交易行为呢？好问题。漂亮。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周围进行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排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条线上，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布着一些小监控的，可以看到吗？在2个门牌的中间是有那种小监控的，但是这个监控究竟是否有拍到他们这种违法的交易行为，我觉得我们这里还需要再去深入的调查一下。很稳哦，很稳。确实可能还要去在联合公安那边去进行一个解答。他这个收得很好。这个商户的他这个反应很快，因为他们应该没有关注过，之前没有关注过，但他就临时看到了。好的。我有看到你今天是采访到了一位市民，他应该是受到干扰的市民。那我想，这个商户能在这条街进行买卖和交易，他一定是有相应的受众的，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向他们科普买卖活禽会可能带来的健康和卫生的风险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群采的时候，也对观众们进行了一个摸底。我们去采访了他们，说你们究竟是否对这样一个法律法规是有认知的？我们发现基本上是呈现一个5-5开的局势。因为据我所知，上海这个活禽的治理办法是已经修改过一版的，那可能对它的一个定点的宣传和专门的一个普法的内容，我觉得还需要再加强。好的，谢谢雨佳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好的，谢谢凯旋。雨佳的这个出镜的感觉真好，外景的感觉太好了，可以，太厉害了，太好了，留下来干活吧。这个我很意外，就是根据他们前面的这个交流以及对于他的回答，我觉得都很棒。就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准记者，就是万场记者做调查类记者的一个水准了。我觉得这是他目前最好的一次出镜表现。是的，对，是的，很高的评价了。就是啊，留下来干活了。你看陈老师笑得多自豪啊，太棒了，干净利落准确，没有水词儿，全是有效信息，而且直面2个临时新增的问题，有条不紊，处变不惊。可以吗？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们，辛苦了，对，后续还有什么吗？电话联系你，对，电话就联系你们，就不劳烦你们再跑一趟了。行，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好的，谢谢您，谢谢，不客气，再见，谢谢，再见，拜。可以吗？还可以，特别棒。也没有特别棒吧，就争归争。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培训机构预付费卡的事情。
昨天下午有市民向我们反映称，一家在浦东经营了超过20年的足球培训机构呢，突然是关停了，这让不少的学员和家长是既焦急又无奈。那就在家长和小学员们都无助之际该足球培训机构里的一批教练员表示，他们可以接受此事。但是谁曾想呢？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方却不支持教练们的这一做法。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上海体育场的记者张诗文。诗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吧。好的，那我来为您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站的位置是上海体育场足球场的前方，我身后的这样的一片足球场正值暑期，本来应该熙熙攘攘，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打球打闹，但是现在却空无一人，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足球场前面贴的这样的一纸公告。在之前的10几年呢，我身后的这个足球场一直是由足球来承包的。它是从2007年进入中国的一家足球教培机构，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了一批非常忠实的用户。但是呢，在今年7月11号，足球却突然发了一纸公告，称现在已经停课了。我们的记者也多次打电话去联系在上海区的负责人，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对于这个情况，家长是怎么看的？让我们来连线一位已经在这里等候的家长。开场还可以，诗文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突然关停的这个消息？有没有提前通知您？没有收到提前的通知，我们得到消息是通过教练在微信群里发布，以及家长互通有无来知道这个消息。那现在咱们大概还有多少课时在这里？然后大概是预付了多少钱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付的是年卡，大概是9800块。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到期。那现在对于这个机构突然关停，然后孩子们没法上课这个事情，你有没有一些想实现的这种的预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在暑期尽快的让小朋友在户外多参加运动，能够让球场开放，给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好的，我们其实还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批跟孩子们关系比较好的教练，已经在尝试组织一些小型的友谊赛，让孩子们踢球熟悉这个感觉。也有一些教练在想努力去承包我身后的或者是其他的场地，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训练计划。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决定，咱们家长这边是知道的吗？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也是通过家长个人的资源去联系到其他的体育场馆。体育馆一直是对我们大门紧闭的状态。我们还了解到，如果后续准备与教练去开展这样子的培训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准备签署一个免责声明，让教练能更放心的来教学员。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因为我们考虑到教练出于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负责比赛的组织，如果是场馆方或者是教练方有这样的安全顾虑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家长是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分享。如果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您跟进。好，来，咱们可以这边请。看上去好像出现了希望和转机，有一批教练准备义务介入到这些小朋友的训练当中，但是事实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吗？我是觉得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非常强，他是完全脱稿的，厉害。中传、播音，第一、第二，不愧是师姐。我唯一是觉得说他在采访老百姓时的状态，面对镜头的时候，他那个气是很齐的，但他那口气在采访的时候没松下来。他这种提问方式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之前在沟通的时候跟玉林说过这个自己提问方式的问题，因为他觉着这个嘉宾在连线之后还要进行采访，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但是他认为连线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快速推进。对，快速推进，可能问更多偏闭合性的问题，一是把时间压缩，二是我整体可控，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技巧。我们也采访到了原先在的一个教练，他是教学主管，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现在他们的预期和情况。大家就达成一致嘛，我们自己接手这个校区，然后呢让学生恢复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要办理一个办学资质，
然后办学资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我有一个场地租赁的合同，而且它也不是能马上实现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在上海，关停的机构不止体育场这一家，在和城这2家机构，其实它也是有了一个关停的状态，但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我们也联系到了教练，教练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另外一些机构为什么能恢复运营的一个原因。这个负责人呢，就是以前也是负责那个校区，他自己跟那个别的物业就是签那个租赁合同，可能是属于这个国企单位，工作的一些情况和要求可能是跟那些这种它是商圈，它是只要跟物业去达成共识，就基本上没啥问题。好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教练向我们提到的卡住他们的其实是办学资质，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了上海关于体育场承包和运营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体育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学工作的。那么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体育中心的副主任，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份登记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突然消失之后，体育场呢是组织家长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登记。他们已经大概联系了多位孩子的家长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是非常的负责和有条理的。那么他们的顾虑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不能向这些家长和教练所愿，再把这个场地包给原来的教练团队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副主任向我们提供了解答。这样一个开了10几年的机构，尚且会出现跑路风险这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运营资质的公司，可能也难以全然信任。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和发酵其实刚刚1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申请资质也是一个稍显漫长的流程，也需要等待它一步一步的向上去申请。非常完整，逻辑也比较清晰，然后准备的极为充分。他之所以能够连得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前期工作案头做得比较好。那么现在家长、教练和体育这边的3方各自的诉求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如何在3方中间中和，取得一个问题解决的更好的方式呢？我们也期待有另外权威的第3方介入，或者是向法律方面去寻求帮助。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后续有新的信息，会随时来向您跟进。他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呢？凯旋要提问了。主持人。好的，诗文，我们刚刚有看到你采访到了一位家长，家长也提到非常真切的恳望，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愿意和教练和场地签署免责声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去调查过，是不是真的签了免责声明就真的能够免责呢？好问题。凯旋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新闻实力，他对展现我为什么能拿到 offer？ 对，我在直播间里，他就听他们的，去现场记。哇，每人找到2个提问的问题。我这问题每个都提得很好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我来分为2个角度回答。首先，这个免责声明签没签呢？目前是还没有签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双方是无法开展日常的训练和培训工作的。那么第2个，我们也问到了，在上海从事律政工作的一位刘律师。刘律师给到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即使签署了免责声明，但是法律上的这个责任的归属其实有法律的认定，对方是否因为免责声明就可以不承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呢？这个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再做商榷的。清楚。对，这都是有备而来啊，他已经做过律师的问询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家长即使非常真切的希望能够签免责声明，但是场馆和教练也有所担忧的原因。那我们还关心的第2个问题是，刚刚你也提到了3方都有各自的诉求，那有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协调出来，为这件整个事情兜底呢？能做一些协调和商议，让这个事情进行下去呢？
现在我们所联系到的比较权威的部门是上海浦东这边关于体育方面的主管部门。这个资质的批复呢，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节点的。如果我们要商议身后的这个场地是否能够租赁，可能需要向街道办相关的负责人去做一个联系。那么，如果我们去商议这个办学的审批资质是否能批下来，可能需要向上海文旅、上海体育去做商议。那么这两方今天上午我们也都各自在联系，希望得到更权威一些的意见。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一个更加好的解决，可以兼顾三方共同的诉求。好的，谢谢诗文，我们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的消息，为我们提供不管是办学资质还是场馆的申请资质，都能有一些绿色通道。凯旋问给他们问题，他们几乎可以对答如流。整个的这个连线的状态，我觉得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逻辑非常清楚。事情因何而起？家长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教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为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这里不可以？原因卡在了哪里？我觉得整体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那您觉得就是谁来协调是比较合适的？场馆所在地的这个行政的机关，比方说某一级的政府啊、街道。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免责声明这个东西，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吗？我在想，在正常训练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问题，这个教练和场地都是可以免责的。教练的一些法定的一些义务，它是不能免责。哦，免责声明绝对不可能排除所有的责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哦，他们之前都做了准备，真好，真的是有备而来。哎呀，哪有什么对答如流啊，全是之前的细致的案头工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押题押中了。我没想到他会提问，我也没想到。但你回答的很好。但是咱们昨天全问过，还好昨天打的那个电话全都问过，全都问过。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暖心的事儿。早在2年前啊，深成的一家爱心饭店就会免费为周围社区重残的老年人送餐。这个故事呢，引起了网友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啊，这家饭店的马经理却再三地叮嘱记者，千万不要露出他们饭店的名字，因为他们只想要默默地传递这份爱心。那距离我们的记者上一次报道又过去了2年多的时间，那这家爱心饭店还在为老年人们免费送餐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再次来到了现场，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的观察和介绍。好的，现场的记者，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好，正面报道了。俩哥们儿要来了，俩送货小哥们儿要来了。主持人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子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一家饭馆里。这家饭馆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它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这家饭店从2020年就开始为周边的有需求的老年人们提供免费的送餐食的这样一个服务。在来之前，我也在纳闷，我说，这样大的一家餐馆，这样专业的一家饭店，它为老年人们免费送的餐和为平常的顾客们来炒制的那些饭菜，是不是会有区别对待呢？但是当我刚刚走进了他们的后厨之后，发现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因为他们的后厨正在精心的准备即将为老年人们送去的饭菜，他们此时也正在备菜。那么接下来跟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他们的后厨来看一看。也挺生动的，也很好啊。我觉得状态特别好，状态挺好的，状态特别好。他很适合做这个。我就纳闷，对吧？这么一个专业的饭店，人流量又很多，在这个特别好。很适合，他就很唠嗑。我觉得他做明星新闻主持人特别适合。现在感觉都被这个节目打磨出来了。这种压力状态下，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走到了他们的后厨的位置。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嘈杂的正在做饭的这样一种声音，因为他们此时啊正在进行晚餐的备菜的过程当中。那么每天的餐标呢，大概就是一个大荤菜加一个小荤菜，再加一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所以说是3菜1汤的配置。那么关于出餐的标准，我们刚刚也问了老板，他们的老板特地叮嘱过厨师，说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的爸爸妈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吃饭，那你们在出餐的时候就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真的非常的令人动容。大家可以推一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餐的整个场景。所以说是师傅们为大家炒制的饭菜和为顾客们炒制的饭菜都是用心对待、用心付出的。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他们的这些
餐馆的送餐的流程啊，以及为老年人们的服务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此时他们就会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还会在我们的楼底下，就是这家饭馆的楼底下开设一个类似于小的这种的爱心食堂，他们会放一些非常的价格实惠，然后物美价廉的这样一些饭菜来供周围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购买。其实说了这么多，包括我，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其实都在好奇说，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或者是说怎样的一种信念，来支撑着他们6年的时光，一直坚持不懈地做这件事儿呢？那么这家餐馆的经理马经理此时也在前方等着我们，走，我们去找马经理来聊一聊。胡子泰的语言表达就是轻轻松松，话不落地。我觉得挺好的，状态很好，状态特别好。就他很适合一个人在那儿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马经理来简单的聊一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6年的时光，您是保持怎样的一个信念或者说一个心态在做这件事儿的呢？就2个字：感恩。因为我们在长桥开这么长时间10几年下来，一直是周围的老百姓在支撑我们。目前现在有点。这句话听着很暖心，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送餐关系，5、6年下来更是有一种儿女和父母亲一样的亲情啊什么的这些点。还有呢，我觉得子泰也是设计了一个动线，还有戴口罩的动作啊什么的，就是可看起来还可以。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前采过程当中呢，您也一直在强调说不要把我们店的名字泄露出去、透露出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正向的事情曝光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顾客闻名而来嘛，也会给咱们的店增加一些收入啊，或者一些客流量。那为什么即使有这种诱惑在，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说默默无闻的去做这件事儿呢？我想呢，我们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只想就安安稳稳的，把这几位老人服务好。子泰这个问题很好，问到了大家很想了解的事情。就是像我在来之前，以及马哥之前跟我透露的，他说其实很多人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来到这儿的，因为他觉得说，免费送饭，而且一送这么多年，是不是在作秀呢？我其实来的时候，我也抱着这样迟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种好事其实有，但实在不多。但是我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听马哥讲了他们的故事，而且在今天上午送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去了被送餐者的家中，他们那种流露出来的真挚的情感和感激的眼神是没有办法修饰的。所以说在那一瞬间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这家店其实真心的是在发自肺腑的为大家做一件实事儿。所以像马经理刚刚说的，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就想着继续把这件事儿安安稳稳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下去。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的采访呢，我们的连线环节比较短，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之后会以一个民生小片的方式为大家呈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动人的故事，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子泰，其实我刚刚也有介绍过啊，其实早在2年前我们就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那同样也是这家餐厅。那在你看来，2年前的报道，或者说通过你的观察，2年前他们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他们之间的变和不变分别是什么呢？哇，嚯，这已经有点考题的意思了。这个老师真的很尖锐。凯旋老师，让你很难凯旋的凯旋老师。凯旋老师已经完全在降维，不是有点那种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得住招那种感觉了。对。
在我看来，他们的变是我觉得流程更加的完备了。一是老年人的这个收餐的人数在变，因为我们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因为有的一些老年人当时可能有这个需求，现在不需要了，他们也会主动来跟我们餐厅沟通，主动来跟马经理说，哎，我们不需要这份饭食了，你们可以把它留给更加有需求的这样其他的这个老年同志们。然后也有的一些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也会增加进去，所以人数是一直在变的。那么不变呢，我觉得是初心和菜品的质量以及对顾客的态度是从来未曾改变的。答得好，那好。好的，子泰，那我想我们爱心是需要弘扬的，但是啊，兜底不能只靠商户的爱心。那就你的走访和了解，你有没有看到附近的居民，除了爱心之外，他还有一层需要兜底的老年人需要保障的，这个保障是由谁在负担的呢？因为我不能全靠爱心去做一个兜底。哎呦，这是子泰想走的方向。对，独居老人、留守老人递到这儿了，这个很棒。硬性的兜底保障，因为今天我们在第一站在长桥区街道的时候，他们其实设立了一个叫老年人公益联盟，叫老年人服务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呢，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不只是有像马经理在做的免费的送餐、免费的送饭食这样一个行为，在这个联盟当中呢，还囊括了比如免费的理发。今天我们的详细的了解到，如果有老年人有理发呀、修眉毛呀、修胡子呀、刮脸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这个联盟当中呢，其实也会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说，有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公益联盟的存在，其实老年人们的生活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和兜底的。他还是有做功课，他还是了解到了这一块。好的，谢谢子泰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期待你的后续报道。好，我们再来转换一个话题。最近啊，上海刚刚经历了几天的晴朗炎热，从明天开始呢，深圳又要进入到接连阴雨的模式了。但是这阴雨却让家住在普陀区小区11号楼的业主们啊感到焦急万分。原来呢，他们楼栋里的2部电梯在7月31号那场暴雨当中啊，被直接漏成了水帘洞。而更让居民们感到揪心的是啊，这幢24层高的大楼内的2部电梯已经停运多时了，业主们上下楼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实在是吃不消。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庞征。他这儿才压力大哟，信号啊，小心信号问题。那真的。庞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普陀区小区11号楼的居民楼的内部，然后我现在所在的楼层是24层楼。虽然同样是在上海啊，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普陀区呢，它的平均海拔地势是3到4米，相当于上海市主城区的平均海拔，它有1米左右的落差，地势相对会比较低洼，所以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它的积水问题暴露的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就在5天前，7月31号的下午5点左右，一场大暴雨席卷而来，我身后的这2部电梯呢，它们当下都化身了水帘洞，然后因为渗水过于严重，所以在当下2部电梯是同时停运的一个状态。一直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也就是中间大概有24小时的时间，给这一栋楼里的居民们的出行和生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整栋楼一共住着192户人家，而且在我们前期的了解当中啊，发现住在高层其实以老年群体比较多。庞征就是他的表达，这种语音语气。就是还挺接地气的，对，就比较生活化的表达，很自然，很舒服。对，这个完全就是实战的那种经验，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居民代表，让他来说一说当时下暴雨的时候，这个电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有请张女士。谢谢，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7月31号下雨的那一天，当时这2部电梯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雨应该是从5点多开始下的，陆陆续续开始越来越大，属于大暴雨状态。然后呢，我是在6点钟的时候发现，我是从 B 电梯下去的，然后在里面开始有点漏水，然后一直到我9点不到1点回来的时候，这部 A 电梯是停在我们6楼，然后是出现很大的严重漏水的情况。一直是外面渗水渗到这边应急通道，然后第2天呢，我从楼梯走的时候，从6楼、5楼、4楼一直到4楼都是满楼梯上都是水。据您了解，就是在当时的24个小时停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出行困难，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案例？
因为我们是属于高层嘛，楼里也是老人比较多，然后基本上从当天的晚上7点开始停运，然后第二天物业方开始维修的话，一直是到下午3、4点钟才修好，就一部电梯修好。但是运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出现了就是偶尔会突发情况停掉。就不是很通畅。相当于它在24小时之后已经完成了维修，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续的故障。对，因为你整个电梯大概是有将近12个小时是泡在水里的，因为他们是第二天一早才拿抽水机来抽那个下面的积水。然后你所有的电路啊、电板啊，包括按键、其他的那些配件，全部都是在水里面浸泡着的。那在这24小时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收到维修的信号，或者说物业的一些就是工作的支持和抢修？居委有这边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进修的一个进度，就现在还在抢修，请你们耐心等待。到3、4点钟修好了，他通知我们这边 B 电梯已经可以运行了。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开始上上下下的，但是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坏掉的情况。有一家人家，我看到他是说他到15楼好像突然之间停掉了，等他电梯再亮的时候，已经到19楼了。好恐怖啊！这事情其实真的蛮触目惊心的。有没有收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这辆电梯它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是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对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呢？这次的事情呢，大家主要是几点。第一，我们想知道的是，电梯进水是什么样一个原因，然后后面我们后续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事故造成的责任方是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要是想更换电梯因为它已经到了报废年限了，在这个更换之前，先要保证我们现在老电梯的一个安全运行，然后尽快落实到这个更换电梯的事情上去。就是现在核心的诉求其实已经提得非常的明确了。我们谢谢臧女士给我们的介绍啊。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物业方。那针对住户的核心的诉求，物业方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抢救的行为，以及对于换梯的这个行为，物业方会给出一些什么样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有请我们的物业负责人。太厉害了。您好。是这样的，在7月31号下午大概是5点左右的时候，当时是突然降了比较大的那个雨，造成我们其实市政积水，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地势比较低嘛，市政的水呢就倒灌到我们小区来，然后造成我们小区的道路呢大概都有基本上到小腿这样子积水。我补充一下，那刚刚其实用户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这一次的积水倒灌，包括电梯停运的最根源的原因是什么？电梯的这个专业单位，这个维保单位呢，也出了一个就是关于这次整个事情的一个报告。那么它里面就是外部水的侵入，造成很多部件呢就是那个受潮。我们这个电梯呢已经运营了大概30年不到的27、28年了。那么然后它的配件啊各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像那种新电梯供应的这么快。维修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2台电梯，我们当时要求这个维保单位，我们要求抢修。其实我们最早的是希望8月1号早上的时候呢，能够不影响那个小区居民的正常的上班。好，就早上我们想抢修出来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然后就是向居委会借了2个电风扇来吹，然后让它干。好的，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基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对您进行详细的一个采访，好吗？好，谢谢啊，谢谢。旁征他能把复杂的问题问清楚，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能及时打断，对现场节奏把控是很强的。找的采访对象都不错，说得很清楚。我真的对上海市的居民真是刮目相看，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能力，非常清楚。感觉真的，他们就是经过这几个课题之后，变强了好多。根据刚刚的这个物业方的介绍呢，其实在24小时之内，物业其实是做了一定的一些补救措施的。但是针对用户更加关心的是换梯的方案具体怎么执行、怎么落实。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居委会的负责人，然后有请我们的薛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它要进行换梯的话，它现在的难点和卡点是堵在了哪里？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居委会和业委会都已经在沟通了。关于这个电梯的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说明，还有关于刚才那个
周女士关心的，我们后续的这个物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说还有我们的电梯的更新的这个流程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钟会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居委会会议室召开一次专项的会议。我希望就是大家到时候也积极的建言献策，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好，谢谢薛主任啊。今天我们非常幸运邀请到了3方一起来聚集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住户的诉求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明确的啊，在事故发生之前能够进行提醒，在事故发生之中能够进行及时的补救，然后以及最终的这个方案如何落地，每家每户要分摊到多少的金额，换梯的流程和具体的方案要如何的实施和操作。我们今天因为现场的信号原因啊，这个小区相对来说比较老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示更多的点位，但是在我们后续的跟进的详细报道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然后以及最终方案应该如何落地。好的，主持人，这是我们现场发回的报道。这一组在选择连线嘉宾上选择了3方代表不同视角，给观众呈现的信息量足够丰富。好，黄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信号干扰问题，我们没有听清楚，所以居民到底是被这个电梯停运困扰了几天呢？电梯停运主要是困扰了不超过24小时，从当天的下午的5点钟开始下暴雨，下暴雨的2个小时之后，大概在7点钟，这2部电梯就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行。经过物业的抢修，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2部电梯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在用户乘坐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陆续续的小故障，这是现在的情况。那这个故障目前是可以乘坐的吗？还是说它的安全隐患其实也是不可以乘坐的？现在因为整栋楼层它的层高有24层，以及住在高层更多的是老年人群体，所以其实除了爬楼之外，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通过这2部电梯。所以即便在现在还会出现一些故障啊、停电的情况下，大家的主要出行方式仍然是2部电梯。但是你有没有去确认过，那电梯维保的单位或者是电梯的这个运营商有没有跟他们确认过现在的故障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呢？你觉得问题针针见血的，还真的一直好。我们跟电梯的维保部门以及跟物业部门双方都已经确认协商过，现在在乘坐的过程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只是这个隐患是存在的。因为在维修、在年检、在他们的日常维护当中，他们都是通过了这个合格的报告，只是因为这一场大雨，这个问题它被显现和激发出来了。好的，我们同时也非常的关心啊，在上一次维检和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电梯的上方内部看到上一次维检是什么时候？电梯的定期的维修报告，物业方暂时是没有向公众和市民去公布的，这也是住户最核心的诉求，就信息公示要透明，过程要公开。然后在电梯的内部是没有发现明文公告张贴出来的一个检修的报告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物业方在后续他们要进行去提供的一个公开的信息和证明的报告。好的，谢谢庞征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其实他对这些核心信息都有掌握，但是如果凯旋不问呢，前面的采访当中，其实我就得不到这些信息。但我也看进去了，我就看看他怎么说呀。我要看看他怎么说。这个很好看，就是庞征这条就是挺看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表达也挺丰富的，对吧？声情并茂。但他有核心事实不清楚，你知道吗？是关于那个电梯运行时的质量问题，就是这个电梯到底现在有没有人对它的安全运行负责任啊？就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就是通着电，然后还在漏着水的时候，怎么去评价它的安全性？谁为此负责？对啊。好的，新闻方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爆料、求助、交流、评论，欢迎通过新闻方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这就看出来经验，凯旋的那个整个的那种经验、那种气场表达就。那我们回吧。很棒，你今天的直播连线。贼拉棒，然后而且我们在那边没事，我们在那边对时间就在10分钟，刚好59秒的时候完美的结束。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太长了，所以我赶紧调了一下他们的问题。你有看见我给你比那个是吗？我看到了，就开始加速。
喂，薇姐。Hello， 泰总，你怎么样？你们这组怎么样？今天？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我们也在回去的路上，但我现在非常的疲惫。佳怡，你们咋样？顺利吗？天哪！我只能说天哪！为什么要说天？民生记者真的太不容易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哦，期待到时候我们剪出来都给各自看一看，别自己藏着。我特别期待他们那个鸡的那一组，因为昨天朗子跟那个雨佳他俩估计是通宵去蹲那个鸡了。通宵？他俩已经通宵了，天哪！对啊，昨晚就通宵了，昨晚都没回来。但今天还得通宵呀，今天得剪片子，主要是。你感觉你今天的现场回来了。哎，老师回来了。拍的咋样？还行，还行，感觉你信心满满嘛。我这还行，老师只能说。啊，因为我们那个比较简单嘛，我们那个它是稿子写完了吗？没呢。啊，抓紧写稿子吧。Yes。啊，记得把饭吃了。老师您也刚回来是吧？我回来半天了。哦。找个地儿吧，小会议室。哈哈，没人。我组那俩回来了，咋不过来了？干啥去了？他们俩没找代教老师，代教老师过来找他们了。哇，直接就写稿子了，直奔写稿地。啊，张老师来了。什么？张老师来了。咋样？啊，老师，我们现在回来，再把那个新闻稿重新的谈一下。啊。专家算是联系到了吗？现在？再问，再马上专家联系不到也没问题，就自己想办法把这个话怎么圆一圆，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好了。这个有更好，没有也那什么。那我不管你们了，我一会儿去吃饭了。好的，老师，吃饱一点。吃饱了干嘛？吃饱了被我们气。我这脑子都麻掉了，怎么剪？怎么写稿子？哟，你们也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吵得怎么样？我们现场非常的混乱。你们那里肯定吵，想都想象得到。对，大吵架，大乱炖。物业和业委会在一起肯定吵架。就是跟他说小丫董，他就是全程说上海话。你跟他说上海话，他肯定会跟你说上海话。我完全听不懂他说上海话，我只会这一句小丫董。我还会一句我要可下。谁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不会感到惊悚？这两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Hello， 都回来了。他带着一只活鸡，那只鸡还带着呢。60块呢。我觉得鸡这组内容很丰富。对他们真的，鸡这组太有活了，我这说。你们是通宵没睡吗？当然。Almost。当然，怎么可能睡呢？如何呢？新奇的体验，我只能说。写吧。都回来了，陆陆续续。怎么样？那来吧，咱们讨论一下直播连线的情况。先说活禽交易那一组。马老师说，
我很意外。怎么了？就是我的意外来自于就是现场凯旋也是不停的追问，然后李雨佳来说好像并没有把他直接就问到或者问懵那儿，他只有在现场待的时间足够长，他才能够了解到足够多的足量的信息来回答凯旋的问题。好啊。还有一点就是他竟然能够把2个执法部门约过来，这很不容易。对，不过我觉得找这2个部门真的要感谢，就我觉得上海的这种部门点赞真的是效率非常高，点赞因为全过程打电话我都旁边看到了，我和冯云2个人，我们全程看到，就是有应有答，值得点赞。对我看看的感觉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语言的组织上需要一方面精炼一点，另外一方面用词上准确一点。屠杀一只小鸡。对。我那组我稍微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整个来讲，他们思路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是头一天晚上就做了家长啊，包括教练的预采访，逻辑非常清楚。但是比较欠缺的一点，我觉得他在放完教练的录音之后，后边稍微有一点乱，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但是真的太棒了，我设身处地想，我干的连人1/10好都达不到。对，非常非常厉害。以前我们还能对人家有一些点评，有一些浅薄的认知。这你敢点评啊，徐老师？你点评一个我听听。以前都不能说点评，有时候还会进行一些批评。现在只能久仰了。下一组。我是觉得这个很好看，就是庞真这条就是挺看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表达也挺丰富的，对吧？声情并茂。就是我就觉得我最关心的问题啊，这个会不会出人命啊？他们怎么办？还有别的出路吗？就这么破天还会做吗？就是我觉得没喂饱，不像第1条、第2条，就是他们把信息给我梳理得很清楚。对，你看核心信息丢了，对不对？这破电梯能出人命吗？这才是核心问题嘛，对吧？人身安全问题。这组是你跟的，你来讲讲。这件事情是拍这个饭店之前拍的这个爱心饭店的后续的，我们的后续要看到的就是不同，或者是有哪些新的点，大圣要言谢的点在哪里，所以说这块没有交代清楚，其实是被他们挖出来了的。但是呢，他的话术和他的状态确实很好，而且我觉得4组出镜的这个感觉他最好。好，那我们这组通过吗？这个咱们这4组刚刚当了个当，肯定是必过呀！这4组太棒了。哎，我记得是说他们只要达到了那个标准线就可以拿到10分，对不对？对，好像直播是1个分。是的，我觉得可以给分啊。我觉得这4组都能拿到，都有可以给分。好，我们先回办公室吧。各位同学回工位了，我们先把大家直播连线看过之后的考核结果以邮件的形式通知大家。现在就说我们不是第一部分是直播连线的考核结果吗？天哪！今天就发吗，老师？只是直播连线的部分，名额不设限制。我觉得瑜伽这组是没问题的。从合格的角度，我觉得都合格了。我怎么感觉这个如果让咱选的话，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这里边现在最在意的应该就是姿态。你查吧，我就不查了，反正1个分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听天由命。是只要直播连线合格，所有人都可以得10分。对，就是理论上是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得这个分的。完了，我感觉悬哦。你们对于这一轮考核成绩都这么不关注吗？到现在都迟迟不回到座位。我现在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些人都太可爱了，好值得喜欢啊！这些人，而且太优秀了。我跟你说，尤其是我们是看着他一路从最开始的稍微有点惊慌，到现在的落落大方、稳如泰山，真心替他们高兴啊！真的。我猜应该是都会有吧，应该都过了。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过了。这个还要单挑一组的话，我觉得有点苛责了，有点针对性了哈。但是我们最后时刻是要猜谁的新闻片可以成功播出的。鸡那个肯定能播，小于等于2组。
他就不能冷不丁的发过来吗？只要他们那个新闻编的不出大问题，一定可以。还要看这个新闻稿本身，还有夜探部分呢，那多好上电视啊！姿态利用的突破，我怎么查不到啊？邮件发送了。好，邮件已经发送了，大家可以查收邮件看看这一轮考核的结果。你们收到了吗？师姐，帮我看一下，有分吗？有分吗？哇，所有人都有分，哇，全部合格，这是可以的，可以的，厉害，终于，姿态，恭喜姿态，值得，但这个确实值得，值得，你们每个人真的很棒，没有任何的偏袒，也不存在任何的。这个他们最后的呈现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老师，谢谢你们。不是零蛋了，没有人没分。有人没分吗？没有人没分。子泰现在不敢相信。老师们，谢谢你们。哇，都有分哎。老师不舍得我。都有分哎！老师不舍得我，还能不上去。他们最后的呈现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绝对。鸡那个确实精彩，那必须得上电视。对，那是绝对是一个很成熟的电视内容。对。我跟你说，就他们这冲劲儿，让他们扫毒，他们都敢去扫毒，挺像的，我告诉你。真的，他们在扫毒，他们都敢卧底，你信吗？记者越年轻的时候胆子越大，真的。你们俩也像要去出镜当记者的感觉。我俩已经恨不得去卧底了。穿那么闪当记者受不了。我刚才跟子琪对了一下眼神儿，就是我们俩那意思就是，如果这一回不是所有人都有分，我们俩打车马上去东方卫视。改天我俩一块，那就要打好几千块钱。来，首先我们把掌声给到子泰，好不好？好姿态啊，好姿态。10分入账，实至名归。而且不是说为了关照谁搞那种万箭齐发什么的，没有，这就是靠实力拿到的。精彩。然后这一轮所有的表现，各位印象最深的人或者瞬间，有没有分享的？哎呦，志胜，我就不说瑜伽了吧，因为估计有很多人想说瑜伽。这次瑜伽确实爆发出来了它前所未有的一个好状态，以及在整个的探访过程中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他和程朗，其实程朗让我挺意外的是，他俩其实看似就是从直观上判断，他俩其实可能不太适合去做这种去暗访啊。怎么说呢？有点挑战性的东西，颜值过高了。对，然后结果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敢拼、敢玩，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执行，无论执行的也非常好，然后整个的流程做的都非常的棒，有点吓人。有点吓人，有点吓人。我本来不想说他们，但实在有点难以抑制住这个心情。你都说完了，那剩下的你们说吧。好，那我抢一个，你抢一个。体育场其实这一组啊，他的工作量我相信一点不低。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不是实地去在综艺内容上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工作量，就是去实地走访什么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和各方交流。
我觉得交流也是主持人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吧，全真老师。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一次完成也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每一组都提一提的是，这个凯旋老师其实每一次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提问，这个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我就是抓你到底对这事儿了解程度有多深，结果他们每一个人，至少我看到的是都没有被抓住，没有说就是在一个直播的临场反应中，没有让这个时间 timing 就掉在地上过，而且对答如流，我觉得专业性上真的是需要极大的肯定。对，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这种直播台上临时对记者提问的场景，不是为了为难记者，是你做直播台的新闻主持人一定要问的。为啥？因为它代表的是观众。就但凡我觉得观众不明白的事情，而我又想要知道的，我就会问。就这种问题，真的不算突然袭击，就是要问的。这也是他职业要求，群众的关切。然后那种事实不够清晰的点，逻辑上有纰漏的那些环节，然后使得他来做更进一步的澄清，这其实是他的帮助。如果真的播出而那段他没有澄清的话，其实是让他把更有价值的信息提炼出来，他其实不是一个为难，所以也不会提前沟通哈。有的时候能做一下沟通，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因为你是在现场听他的表述的时候才发现说有问题我没明白。所以你就没有沟通的机会，你就得临时发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组之外，还有没有哪几组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子琪，庞征在我心目中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然后我对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在居民还有物业还有这个居委会在那个场面一度失控的时候，他一句话就是抓准了他们民生新闻的一个要点，就是居民的诉求这个点，一句话把这个所有混乱的场面又给拉了回来。好，大家先平复一下心情，我非常理解，解决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包括他在直播连线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是面对那个居委会的那个大哥，滔滔不绝的一个表述的一个情况下，在时间里，然后他的这个控场能力依然是那么出色，是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庞征那段是真难，真难，因为错综复杂，对，然后每个人各执一词，而且他最后呈现出的那个结构化的逐步深入哈，找居民问事实，然后找物业问责任，最后找居委会问解决方案，条理非常清晰。对，然后最后问卡点在哪，那点在这儿怎么办？而且面临最后凯旋的这个提问，也是临危不乱，真的是棒。但美中不足，我自己观察，我感觉就是那个片子的视觉呈现稍微单调了一点，虽然说有这个信号的问题。他们说后面还有片子，所以最后其实最后的呈现是连线加片子剪辑以后的结果。对，那可能水帘洞这些镜头都会放进去了。是的，那这个就非常值得期待了。这么，其实我觉得最后可能会上片子的一个是那个卖鸡的，一个就是这个电梯的。这个有吵架，就爱看，滴了嘟噜的一顿吵，老头老太太在电视机前我就看这个，既有收视率，又有社会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俊林刚才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刚才小胡哥说完那个之后，我其实有在想说，王玉和子泰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刚才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像那个玉哥送餐怎么样的，这个是镜头前面呈现的，我就不知道在后面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点是有被挖掘出来的，像子泰刚刚在前面有说的那个空巢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他们在后面的片子里面有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会不会说他们这个其实也有机会是能够被拿到电视上去播出的，因为前面东方卫视有播出过这条新闻的，然后老师也有说嘛，就是从他们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新的点，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说，他们后面有没有这个新的点？不知道。子泰心里有一个，对，所以我现在也在期待，就是我也很期待他们后面能不能有这个点的出现。没错，凯旋也问到了一个，全勇老师，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说，就是您觉得这8个人里边，您自己觉得个人业务能力，您觉得最强的是哪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几个人的基础能力非常的好，起码有4个人，我很难分出他们的高低上下来。瑜伽、庞征、诗文。
徐志胜。第4顺位比较难猜呀，我觉得是子泰。子泰，那太好了。来，我们明朗吗？我觉得就是你们说的前3个，其实他们的表现都很突出，既能够在新闻调查的过程当中占主导位，又能够在现场连线的时候起到顶梁柱的作用。这3个人都很棒。是，我心目当中其实有一个人不显山不漏水，哟，深藏不露。对，但是我觉得基础能力非常不错，韵林的基础能力非常不错。韵林果然是韵林，哇！但是真的韵林也非常全面啊。对，那个律师那个，这个是思维缜密。就我们老说好记者吧，腿要勤，手要快，心要细，脑要轻。就这几件事你都得做得到。刚才片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屠杀那一刻出来的时候，演播室内外，从这个导师们到我们都笑作一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那些口误乌龙的小瞬间？口误有没有？有啊。俊林有吗？有啊，我记得就在这儿吧。我当时舞的时候我猜人，说靠发型猜人，然后我说成了靠发际线猜人。我还记得，我有印象，准吗？当时准，靠发际线猜人。哎，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这个发际头，对对，发际线取得了胜利。我说我当时靠发际线。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看着我说发际线猜人了。志胜呢？有没有口误时刻？我没有口误，我有被别人空耳过。我有一回跟你们可能刷到过，跟孟子义拍一个直播，然后那个吃一个鸡，然后那个鸡特别烫，他就哎呦了一声。我说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然后所有人都听成了我说了一句你让鸡咬了是，然后后边是一句脏话。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是。一点那个，大家全听成了这个，还是这个，大家全听成了这个啊。然后我当时说完之后，两人吃鸡就吃不下了。对，主持人一直提醒我说：“志胜哥，我们是直播。”我说：“你直播怎么了？我关心他。”我关心他怎么着？我关心他怎么着？然后梦姐一直说：“你别说话，你吃鸡。”我当时真不知道是发生了啥。然后后边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脏话，我说不可能呀，然后还给我听，反复的听。然后后边就自己听，我就听出来了，是怎么着？我赶紧给你们说，但是当时就已经不必解释，而且当时大家都听成了是这个，我到现在也觉得我有冤枉。想的是怎么着，但是你出口就确实说着的，出口也是怎么着？我反正当时看的时候不是怎么着。王子琪，你还我清白，王子琪。你现在把那句再说一遍，我们听听。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这完全不是你当时直播那个声音，我觉得是语势那个哒哒哒。我知道这怎么收了。徐志胜直播骂脏话。不是。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咬力，吓我一跳，我说那鸡咬了是怎么着？是怎么着嘛？对，不是，你知道这个弹出来的是什么关键词吗？徐志胜直播说国粹。对，到现在还没人给我证明我的清白了。普通话证咱还是考一个吧，就是这是普通话再不好怎么着和那个我不那个招，对，怎么着？做早操。做早操，我害怕出现新的误会。香菱老师有吗？有啊，就是我有一次去丽水采访，然后呢，不知道为啥我脑子里可能刚从温州赶过去，我采访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在问说，咱温州近年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整个采访都这么问，对，然后对方说，温州这个解决的事情吧，那个他们不太好干。我心说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呢？我说那咱温州为什么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负责？这温州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好干。
你们俩聊了一整场温州躺枪，他也是真接啊，他肯定很严肃嘛，他觉得是在聊温州那事儿，然后就认真聊了。我天，哎，太好笑。哎呀，没关系，咱们如果这么比起来，刚刚他们所有里面都是小误会，而且这些片子还没有正式播出呢，对，其实后期都还有补救的余地。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准备新闻稿和剪辑新闻片的过程，这才是难题。因为文本工作、案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大家抓紧时间把稿子写了。9点，现在是7点，还有2小时。这里是新的。好，我们先把我们要用的先选出来，好吧？这个是780043，应该是结尾。好，不管，直接给它过了。OK。还有继续下一个，我们捋一下采访。第一个是那个我们在室内跟他的访谈。这个吗？室内就是跟那个受访人、那个举报人那个是吧？对，我找一下。这个阶段您持续了多久？但是离很多年，因为最近家里改变。这个也不是，这个问题回答的不好，这句话记一下吧。我觉得这个也要写一下吧，不一定用，太啰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有。我觉得这句要有，把这个视频给我家人看，他念出。这其实是由家长跟进的。家禽饲养、违规饲养、违规饲养，你随便打，我等会儿再改。相关的查处条例。我们保这 part 先，要不我们直接记下来。哎，别着急，我们内容还没选完。今年6月以来，哎，这边是不是忘记写配音了？这边这个地方，Y 教授是校区的负责人，从今年6月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然后有一个上面，我觉得可以稍微换一下逻辑顺序，就是其中有许多10年以上会员，甚至还有许多，甚至还会有终身会员，这2个可以从10年到终身。那有别的话就把它填在这儿就好了，因为它是缺，如果是缺一句话的话，那这句话没有也可以直接删掉。宝子，这一趴我前面都捋顺了，我觉得这一趴有点难塞，一会儿看一下不塞吧。先删掉吧，我感觉现在塞不进。哎，等一下。我们需要，比如说，我们需要拿个什么东西给它分开吗？还是说就写成一段得了？先写成一段，我们等会儿再补，好吧？还有最后20分钟。如果我们要加那一趴采访的内容，等一下，如果说正好在交稿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去打电话，然后你负责把这个稿交过去。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的生动，我觉得可以感动全中国，感动全上海。我期待他们感动全上海的片子，全中国感动全中国，感动中国。快顺下来了，我这边马上就顺完了。好，我这边进行的也很顺畅。8，还有最后8分钟，做好准备。你看这一段，咱们其实3方要干啥，其实已经都盘了，那就直接3方的需求趋于一致，但直接从这开始。我把你的格式都统一一下。好。好了，导语发给你了，导语先不改了吧，他们要改然后再改吧，来不及了。是不是9点交稿对吧？9点，好像是9点。9点啊，到点了，他快别，先发一版。啊，等一下，看一下标题和那个小的有没有错别字。电梯渗水新闻稿。别待会儿过时了。好，这会儿发，直接发了。发给微信，发给张希老师。国林老师呢？我现在接他，我去接他吧。好。我来推，走吧。你的胡子都已经能看见了，明显有一天晚上没刮胡子的状态。啊，国林老师，国林老师。你好，小马，老师好，你好，大家好。我们到那边，给您到小会议室那边改稿子。好嘞，反正您看您跟哪组？你好，老师好。哪组有什么要交流的、想问的，到时候您就随时喊他们，好的，把他们叫过来。好的。稿子都完成了是吧？稿子都完成了，对。你看看这算不算完成吧？
行，我先看看。您先看一下，反正纸质版的也有，您就在电脑上改好了。反正顺序您看先开哪个都可以。字号还可以，哎，可以。您先看哪个稿子？就按打开的顺序吧。我先看浏览一遍啊。好。咱们说一下好了。行。玉林，你把诗文叫过来。诗文，到我们了，到我们了，快走。自我介绍一下，三横王，国家的国，双木林，我是王国林。老师好。是我们这次和各位选手们一起合作的新闻坊节目的主编。你好。两位是？我是张诗文，我是韵玲，王韵玲。小王，我们同姓。对，我们是本家，和老师是本家。小张，小王。大家的稿子我刚才基本上浏览了一遍，然后呢，足球教培机构人去场空这条，说问题了要。这篇稿子难度是在于说，它通常在我看来需要有一个相当成熟的调查记者才有可能 hold 得住的选题。哦。所以确实你们选了一个很难的一个选题。在最终的呈现的效果上来说呢，确实也不是最好。郭林老师还是一针见血啊，真的。首先，这篇稿子现在最直观的一个是，它是个双头的东西，就是它既有这个关于教培机构退场之后所谓的后续的维权问题啊等等这样的一条线索，这是一个头。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头是，它似乎像是一个民间互助自济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也愿意教，你愿意学。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两个头相互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对。你现在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这个本身在结构上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呢，更有价值的是后边的这部分。后边的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题，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选题，就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我姑且把它叫做互助自济这样的一种。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对于这种方式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交代。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同样是跑路的某某机构，校区和静安校区已经恢复运营，为什么体育场吃主管开放？这个问题其实你问反了，你没发现吗？哇，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对那种新闻价值点的嗅觉。对。你应该问的恰恰是为什么校区和静安可以恢复运营？如果它是一种自济互助的形式来做成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更关心是他们怎么做成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来问为什么同样的方式成了2家，第3家就不成，你才有问这个问题的基础。那么在为什么不成，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层次是，面对它的这个不成，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可做的？单单这一个问题，它的层次就已经够丰富了，你再把前面那个扯进来，那就更没边了。首先，我觉得你可是在两者之间只能选其一，这是一。第二的话就是选其一之后的层次要把它理清楚。好，那就先去把这个结构大动完了之后再重新调整一下吧，好吧？然后再交回了一版稿子。好，抓紧。好，辛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哎，哪里，你们也很辛苦，确实媒体就是个辛苦的活儿。提前适应一下。没有素材了，这能救吗？按他刚才说能改吗？他们没有时间去拍了。改在这儿。不过咱们确实够绝，咱们选了个是很难的。但我觉得这个挖这个层次的过程中是有意思的，就是很可惜你的出镜没有办法用，在外面晒了那么久。没事，我中间也有出镜啥的，就是反正中间有用的话就用，实在不行那不用呗。反正中间有那么一段，结尾有那么一段，然后采访的时候我也露脸了，那无所谓了，没事，不用纠结这个东西。诗文韵林，哎呦。雨佳，哎，这俩人还在剪辑室里。老师给你们改稿子。这俩人熬2个大夜了。对。打起精神。干！加油！我觉得待会儿改完之后啊，那个可以眯一会儿再开始剪，但是就怕一眯醒不来。昏迷了。走吧。他们现在脑袋有点晕，昨天蹲了1个晚上，蹲了个通宵。我听说他们这两天很玩命啊，拼了都已经，他们已经一夜没睡了，都已经拼了，今天继续熬第2个大夜。我刚开始看岛屿，改在岛屿这边，从岛屿开始改呀。岛屿是黄金位置啊。是女生写的吗？对。这行文上就是能感觉到。哇，这个特别宝贵，改稿特别宝贵，它是思路的外化。先给你们宽宽心。老师说这个可以直接改，相对来说基础还可以，所以老师就直接改了。游戏，哇，你在这个岛屿里边使用了很多相对比较感性的表达，此起彼伏的啼鸣，划破寂静的夜空等等，我给你保留了。因为这个呢，就岛屿它实际上跟具体的主持人有很大的关联性，就是
同样的词儿，划破寂静的夜空，我放在嘴里就不那么合适了。这还要看人，所以我姑且都给它保留这个。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岛屿呢，因为它是主持人的口语表达，它比我们的正文部分其实是更随意一点，更加允许你有一些更加多元化的一些表达。那个执法人员的2段采访，我做了一个大幅的删减。城管只管门外，市监只管门内，就 OK 了。OK。你的这个现场守候是全片的亮点。哦。这确实是一个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记者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代替观众的眼睛出现在现场。好了，这篇暂时就这样吧。也谢谢你们，都辛苦了。谢谢。好，我去叫下一组。哦，小的比较，哎呦，来，这个我们先选一下吧。我觉得这一组大有希望。这个，而且他们的素材那么丰富，还能剪错到哪儿呢？大幅删减是好删的，加才难。第一组就这个问题，他们加不了了，去不了，没有新闻现场了。我稿子给你俩啊。来了，到你们了。好。再拿1份。好，走。我看你们俩很精神。我们抓紧，我已经快不精神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国林，3横王国家的国，少木林。2位是？王主编你好，我是杨云卫，然后小杨，我叫庞征。对。哦，小杨、小庞，你们好。你们的这篇高龄电梯的稿子，这种肯定是好的，最好。是我目前看下来，在结构的完整性和流畅各方面来讲，以及最后落点等等方面，综合评判，我觉得是完成度最好的。完成度最好的一篇。怎么长舒一口气啊？他们完成度，他确实可以长舒一口气。谢谢老师。我刚才跟陈婷在说，我说如果要是需要赶稿子很急的情况下，我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上稍微动一下，其他东西哪怕我不改，问题也不是最大的。就是它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了。不错，这个岛屿还是蛮简洁的。这里的时态有变化，不是5天前了。我这里解说词，回头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你们稿子的基础比较好，我是做了相当的克制，有好几段解说词就是一段一句话，一段一句话，全部用这个采访来做说明，这样的话会更流畅和更有说服力。好。这方内容还是很好的，很扎实的，因为确实有科长来把这个大致的流程捋一下，真的棒。亮点是解决方案，太清楚了。OK， 这篇没有什么问题。OK， 我改下来就只剩2张。哦呦，庞征他做了缩减。没关系，我告诉你，这种地方缩其实特别宝贵，就留下的全是精华。好，老师们辛苦了，谢谢王老师，谢谢老师，加班到这个点。他这个来，子泰、王玉进来。哎，来了，老师。坐，你们俩坐。 2个都是男生。对，这组2个都是男生。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您2位选择的这个选题是个非常棒的选题，但是也是难度很高的选题。我不妨说，在这个4篇稿件里面，它是在难度上是数1数2的，呈现的结果并不好。难度是数1数2，但是，
最大的问题首先在于，我觉得你们在呈现的方法上或者说方式上，是错误的。不妨说。其实最适合他的方式是跟拍的、讲故事的，类似于小纪录片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呢，在对于这个里边的这个事实的陈述当中，这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个新闻事实，这家饭店和这些老人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从稿子里没有看出来，他是受社区食堂的委托，还是说他纯粹是爱心义送？就是他们之间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基本事实都没有做交代，这一个。到底多少人？然后收不收钱？只针对谁？怎么启动的？送几餐？然后是不是每天就是中餐、晚餐、早餐？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对吧？缺了好多东西。再一个，你也没有发掘亮点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一句，说这个老人给他准备了1万块的大红包，你可要知道，不是上海的老人家不是轻易给谁都能拿1万块出来的，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啊？都没有呈现。所以，当然我刚才说过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选题，你们选了一个很难的选题。那我这样，我给你一个这样的建议吧，不拘那个篇幅的长短，你有没有可能剪成一个小视频呢？试试看，或者，我们也把它自由一点，我们不把它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小视频，就是你觉得需要加点旁白你就加，你觉得不需要纯粹就用那个实况来剪辑来组接也 OK。行，那2位抓紧时间。好，谢谢老师。我们还去一下大会议室吧。又碎了，又碎，又碎了，哥。子泰又碎。宇哥，你说，你真听懂了吗？康老师说的那些，我听懂了。我尝试做一个专题片吧。老师不是建议做短视频吗？我这短视频更可行一点啊。那我们这个先剪短视频吧。那个是马哥他爸是吗？姓儿都不一样。他怎么总说我爸？说我爸，欧爸爸，关林欧巴在帮你争取落实。关林欧巴就觉得，就是你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哦，欧巴，国林欧巴，国林欧巴，他听的是国林我爸，你这空耳空的，跟智胜的那个空耳简直是有的一拼。你给我翻译一下，刚刚国林老师说的是他说的是啥意思？翻译。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这个内容我们不应该做新闻报道，应该做一个专题片，就是记录这些老人们的一天，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去怎么接受。内容方面，他觉得我们哪里说这个，就是他混乱的点就在于这个内容，它不是一个通过新闻的形式来体现温情的一个方式。我听到他说建议以小纪录片或者短视频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确实现在没有结构的，对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是能感受到没有结构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讲述的维度很多，然后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想窄了。这样吧，那个明天不是10点半交吗？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在想，现在就你没有任何想法 ？Yes。你准备什么时候睡觉 ？I don't know。现在连切口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就是短视频最后我们肯定会交的，然后 Yes。你如果没有想法，你可以先休息。我是说咱俩可以轮换着来，对。
今天我就不回了，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剪出来。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想从哪里？就是陈阿姨和她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两个是呼应的。就从红包那个角度来入手的话，就是两方都有采访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填进去。就是从红包入手，这个事要怎么展开？是这样，就这个陈老师是这样，她和她丈夫应该都是很高知的人。他们是从大概在20年左右开始去接受这个爱心餐，就陈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然后在接受爱心餐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他见证了很多的，不管是小马也好，还是送餐员也好，这些行为让他感动，然后让他非常感动以后，就一点一点累积，以至于他特别想用一种方式来感谢这个马老板，然后呢，他就找了一天的时间，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小马哥的这个饭店，然后呢，让小马哥下来，然后把这个钱偷偷塞给了小马哥，但是小马哥还不要，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对，然后他当时就是要给他下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是没听懂那个老师说的那些，他说的那些点，因为我们整个的拍摄都是在以一个就是新闻的那个报道的形式来走的，就是他觉得我们不应该用报道的形式，就是做这个话题。他当然可以通过新闻的形式。对，他说的是两位没有通过新闻的形式来体现这个温情了。就是我们当时受这个形式影响，现在就拍了这么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素材还有很多，还可以把这个素材剪出来。所以说，那我们就是用一个构造式的逻辑把这个内容展现出来。就它其实不是一个新闻，已经是一个旧闻了。是我们拍的素材，报道性很强，对话性很强，但是故事性很弱。对，所以这个就得写。但是国林老师确实提出一个能把他们这些素材盘活的思路，但问题是时间。我们可以交俩吗？可以交2个短视频吗？他俩人要做两个片子啊做。你能想到短视频的剪辑吗？我觉得2个人未必能搞出一个像样的东西，不妨做2个，你按你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啊，我按我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啊，这样大家可以搏一搏，可以。OK。What？ 我把他们的采访同步给你，我直接给你盘吧。可以，那给我盘也可以。上 NKO。2个思路做2个片子，反正你小屏嘛，都可以咯。
哎，我的眼睛好干，就。你要不先把这个你隐形眼镜先摘了，你歇一会儿吧。没事，我有眼药水。交替休息，这个是对的，有分工。哎呀，大家劲头可真足啊！我看这百事酷宝也一直在呢。百事酷宝，你也陪大家熬夜了吗？那必须呀！只要大家需要能量，我可是时刻在线，就像百事可乐一样，让大家感受到积极的能量。这次的时间特别紧张，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好好给大家加油打气？我就活力满满的喊大伙加油，拿出冲劲，放手去干，未来一定超精彩。然后再给他们递上一罐百事可乐，让大家信心满满往前冲。哟，还得是你啊！其实我也没想到，大家在这么紧张的一天中一下就能出片儿，真是太棒了！你觉得呢？可别小看渴望的力量，渴望就可能。来，咱们击个掌，一起给大家加油！必须给大家加油！朗子来了，快走快走，到了到了到了。 7点走的，9点半陆续上班。他在那边已经订了一晚上了。咋样，宇哥剪完了吗？剪完了，2个都剪完了。我发现他俩一旦分开，效率都能拉满了。我把我的发给你，看一下吧，看一下吧，看一下吧。你看看谁的更好一点，就教谁的。你看一下我的。 阿姨好，阿姨好，自己配的。哦，咱会看新闻短片。
这是我们第2次来采访陈阿婆了。陈阿婆一家是最早一批收到爱心餐的老人们。有一次我住院了嘛，他说你需要盒饭吗？他说没人做饭了。我说需要，这么巧，我正好进去那一天，他正好来问我，缘分也是蛮好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联系起来了。是的，这份爱心餐这个确实有点专题片，也还蛮温情的，还是看完之后还是挺感人的。对 ，OK， 你的更好，想你的。你有啥想法吗？那如果要交这个，你是要改的吗？对，你的挺好的，交吧。有问题吗？我现在还能改。酒量53， 53，10点半，声音有点低。挺好的，挺好。王玉有他很优势的地方，还有子泰碎掉的子泰，早 ，Hello， 忙完了？对，告一段落。10点25分之前。把视频拷到小会议室的电脑里。嗯，好的，好的，快给我视频姐。马上。你俩咋样了？刚剪完。10点25分之前。哦，好。啊，子泰。所以子泰不交了？不，交还是不交啊？他肯定不交了。他们选的是说谁好交谁嘛。然后子泰的自己的都没播，他看完了他就，哎，好歹让我们看一看呀。完了，命名方式你们俩的名字。好的。啊。坐，你快坐。时间。快，来得及。帮我看着时间啊。好。你先把它放进去。改名。妈呀，怎么那么紧张呢，姐？哎呀妈呀！先过去倒了啊。19。OK 了吗 ？OK， 直接抱着你的电脑，咱们过去。好，我现在有点怕。可以了是吧？嗯，可以了。好。可以是吗？拿走。你先拿走，你先去交。叫咋样？现在是可以拷进硬盘，硬盘里移不到这里。救命！我们可以试一下华为分享。那我去拿我的电脑吧。还没拷进来是吧？哎，有了 ，OK， 我把它移到桌面上。好艰难。
好了。趴在桌上小眯一会儿吧。可以看了，我喊你们。你是直接熬穿了？我熬穿了，我真是熬穿了。我本来甚至还想说我要洗个头，后面发现没一点时间洗。还有这个词儿，熬穿了。郑姐，我现在脑子不动。我也是，你干力通宵，我知道。你没走。但是我每次剪辑都会更通宵。我也是。我昨天没打算回去。我已经料到了这个情况。对，我发现剪辑是最耗时间的，因为它没有头。机房里老师是最辛苦，对，能一直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看到的片子也是剪出来的真人秀，都是海量素材啊，多少机位啊，多少小时啊。啊！向剪辑老师致敬，机房的老师们辛苦。每次剪辑都会。他还在剪。朗子还好吗？为什么还好吗？我挺好的。好，你要注意休息。我看你一直没停。你嗓子也哑了呀。我将陷入昏迷。我还不如不回去。你这样要不睡其实还行，你要睡一个多小时。我真的是我困到像被人揍晕了一样。今天如果要出新课题，我才会昏过去。没准哟。我现在有点忐忑了，怎么回事？完全不要去想这个事情。本来还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完成了，完全不谈这个事情。跟你一起睡一下吧。子泰躺平吧，子泰这个伤脖子，这对颈椎特别不好。您两位选择的这个选题，在难度上是数一数二的，呈现的结果并不好。你按你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啊。我按我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啊。这样大家可以搏一搏。你的更好，像你的。你有啥想法吗？如果我觉得挺好的，教吧。看一下，放一下姿态，是不是要弃权了呀？他不会最后时刻准备搏一下了吧？他不会要弃权了吧？咱们干脆把两个片子都交上去啊！看，要把片子拷上去。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提交了一版嘛，然后那个我们就以那个为准。但是我昨天也剪了一个那个短视频版的，想给你们看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哎，可以，主动争取。姿态就是要争取一下，爷们儿，真的争取一下，来，太好了。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看？行，好的，老师。你们先去看，我把这个传一下，你们看吧。反正他给我发过一版，我到时候再看一下。行。哎，老师，就是这个。站起来了。姿态，好歹我们看看。这里一开头，老师。免费的午餐，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有，而且一吃就是6年。你考虑竖屏可以？竖屏的。上午10点，师傅们便开始准备当天的第一顿餐食。精心炒制的饭菜并不卖给店里的客人，而是免费送给周边的老人，1天2顿，风雨无阻。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向店员求证，经理马哥告诉我，这件事儿他们已经做了6年。有6个年头，对，整整6个年头。6年的饭菜让老人们早已形成了依赖，面对不确定的将来，难免会忧从中来。但马哥给了我们坚定的答复：只要我们开着，我们的老人们就有饭吃。挺好的，当然没有把这个质疑说出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这次是重返现场。这条新闻本来已经报过了，凯旋在直播连线的时候也问你什么地方变了，说有专门从北京飞过来打他们家的，
蹲了2个小时，就看你们到底是作秀、赚流量，还是真送餐。这个就做出来和2年之前做那条新闻的区别了。质疑要说出来。王玉悄悄地飘到了后面，王玉也想看看呢，对不对？没事儿，别纠结了，继续加油吧。好的，太难了，太难了，不容易。之前我们其实没有近距离的感受一次新闻成片的幕后工作。一位新闻主编来到现场，然后改他们的稿，现场提修改意见，然后他们用通宵的时间来撰稿、剪辑、交片儿，确实不容易，基本上都没睡，没人回去。其实我觉得，说实话，这次我们猜，我觉得不难。我看到这里，我觉得不难猜，不难猜。我们刚才每个人心里这个答案都已经方向是比较明确了。对，这个过程中，我其实被他们整个的大家所有人的那种集体的剪辑的过程中展现出那种精神啊，展现出来那种风貌，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所有人在熬夜，但听全林老师说，这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一件事情，对吗？全是这样吗？干新闻嘛，所以干新闻真的得你心里有这个劲头，然后身体也得有这个劲头。这个劲头不容易啊。来说说看，我们心里的这个猜测的对象，因为我们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大方向了。但是要提醒各位，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猜出有几条播出，这个答案可能是0，可能是1，可能是2，有3种可能答案。第二，我们还需要猜对排名。假设我们猜有2条片子播出的话，那我们觉得排在第1的是谁，排在第2的是谁？这么难的吗？这么难吗？我们又没看过。我猜一下，来了，先序。第1，半夜卖鸡；第2，危险电梯。哟，这是纯押韵。卖鸡单押 ，get， 那为什么卖鸡排在前面，电梯排在后面呢？刚才可是说电梯觉得最完整。新闻人的直觉罢了。我们先统一一下，我们觉得是这2条片，大家觉得有没有？还有没有人有其他意见？就还有没有其他片子也可以？没有，至少如果剪辑不坑我们，应该是这2个。对，我觉得根据剪辑是这2个。我要最后听一下全玲姐的意见。基本上，我觉得这2条事实清楚、内容丰富啊，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就是它的新闻的底子是在的。是，而且还找出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卖活禽，有一个文件啊，说暂停活禽交易，但是你会发现监管部门现有的监管部门有一个管店外头的，有一个管市场里的，其实这种店里卖的，还真是个真空地带，所以前面那么多的那个去投诉，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时候新闻媒体把执法机构叫到现场，批评教育，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漏洞还在，所以这是新鲜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好嘞，行，这全林老师，其他呢？你们觉得排名上？排名上，我占活禽1票。占活禽，活禽在第1。我占活禽，就是跟先序一样嘛。对，活禽第1，然后电梯第2。如果是在那个新闻性上，活禽确实新闻性要领先，但是就这个完整度，刚才国林老师的评价，那这个电梯显然是改动最少，完整度最高，结构最清晰啊。子琪，你的想法呢？我完全同意小胡还有智胜的这个排名顺序，也是活禽第1。那我可改了啊！你可以改，可以改。你这啥大局观呢？他一同意，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出现转机了。这个点儿就别玩节目效果了，智胜。你啊，还是眼睛不够干。对，就是他们。建林，我完全赞同大家的意见。就刚才国林老师的分析，我是真觉得那个电梯的完整度更高。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把这句话放出来迷惑我们的？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你更喜欢看哪条？我的天，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感觉自己心跳加速了呢。因为国林老师也说了，你们的亮点在暗访。哎，我观众角度说一下，观众角度一定是那个活禽交易比电梯更好看，吸引眼球。你知道为啥吗？为啥？第一，所有的我们这是有数据支撑的，所有但凡有暗访的，收视率就会上升，都高。对，对。
它有那种紧张和刺激。对。然后半夜暗访，数据还会提高。哦呦，我心跳都加速好几次了，朋友们。此刻弹幕一定也心跳加速了吧？也要给在座各位和弹幕的凹粉们一个温馨提示：可以呼吸。这个梗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次了？还来吧，朋友们，投票了啊！投票时间，我们举手，觉得排在第一。首先我们统一一下，我们肯定是为这2条片子，对不对？2条。那我们直接为这个排名投票，觉得排在第1顺位、排名第1的短片是活禽交易的，请举手。全票。觉得电梯漏水的，请举手。我一个人行吧，不影响大家了。不影响大家，但是我坚持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直觉。好了，就这样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推理是正确，因为要点灯。这一次，我们的推理到底正不正确？会是重蹈上一期的覆辙，还是刷新，让先旭也感受一下我们点灯的乐趣？各位弹幕凹粉们，觉得谁这一局胜算更大？谁会是本次考核的第1名？弹幕上凹粉们同步猜一下。那我们把章盖上，好不好？好。这次就不盖顺序，我们直接在我们投票的4位板上盖章。雨佳 ，offer， 成了。庞铮，0位。庞铮 ，offer， 0位。0位。冥冥之中，我觉得自有安排呀。这谁拍的呀？好有新闻嗅觉啊！点灯概率大大增加呀。好，来一起来看下段 VCR。咱直接鼓掌揭晓结果，然后点灯去吧。怎么样？这么刺激吗？来，我们一起看下段 VCR 揭晓结果。好了，我们就在工位上看新闻方吧。老天爷了，换个眼镜，有点小紧张了，太紧张。这个有可能是今天晚上会播的，是吗？就理论上讲，如果我们选的话，对，我觉得整个它拍得很温暖，而且我觉得是真实的温暖，我不觉得它假，这个很难得，这个非常难得。确实，从专业度的标准要求来讲，我觉得都还是跟新闻坊匹配的。我觉得他们还是落到了怎么帮助消费者，以及解决消费者问题的途径。我看的整体感觉就是它的完成度很高，时效性很强。哦，真要他们要看这个节目播出的直播呀？没有，看片会。啊，不是吧？我感觉他们说的是，就是此时此刻节目播出了，然后才揭晓他们的谁的片子被播了。对，最初的时候是这么讲的，晚上5点半吧，好像。哦，这样啊？哎，这么残酷啊？对，先不告诉他们播了谁的片子。好了，20秒。我有把跟直播一样紧张。哎呦我的妈呀！第一次看电视这么紧张。15秒。老师你别报了，越报越紧张。不会就直接就出吧？我觉得不一定，有可能看完之后一个都不播。有可能等了1个小时，一个没有是吧？10、9、8、7、6、5、4。妈呀！给我们设计倒计时。哦，真是直接播。哎呀，这个片头，天哪！哎呦我的天！哇！3伏未过，立秋已来，五彩斑斓稻田画带来赏心悦目好风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不如健康养生茶。汗出了，热散了，湿水汗走，达到一个结束。吃货们有福了啊！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年8月5号开鱼后的。为什么我心跳加快了呢？你紧张。对啊，这为什么我心跳加快了呢？我也是。中午买点啥？还要陪我们看其他的。造谣海啸来袭，上海紧急转移30万居民，违法男子钟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鸡鸣声出现。深夜暗访。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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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子太棒了，发自内心的开心。燃，好燃！专业呀！确实出来这个从专业度的标准要求来讲，完整性、画面的丰富性，包括它的烟火气，跟新闻坊的贴近性，我觉得都还是匹配的。最像样的一个。我也同意，李雨佳和冯程朗这一组。同意，同意，同意。醉吧，醉吧。全票通过，太牛了！感觉我们要亮灯了。都进题要了！哇，开心！朗子太棒了！哎呀，太激动了！进题要没有额外加分啊！但是进题要很厉害。对，进题要就是第一名，我们对，我感觉中了。下一个，下一个，都能进题要。房间冷暖，上海温度。欢迎大家和我们一道走进今天的新闻坊，我是黄浩。大家好，我是舒怡，我们在石库门向各位问好。近日，奉贤民警操控无人机在海岸巡逻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防护石外有2个身影啊！在崇明岛新村乡的稻米文化小镇，数十亩的稻田摇身一变，成为了巨型的艺术画布。本周二，崇明3岛的渔船开启了今年的东海第1捕。那么，在家如何复刻这些健康奶茶呢？我们一起去学做着秋天的第1杯养生茶。张希，你预估还有几条新闻啊？天哪，剩下的3位都很紧张，不会只过了一条吧？我预估啊，让我估不出来。它是50分钟嘛？18点25分结束，那还来得及。18点25啊，是黄金时间的新闻呐！上海人吃晚饭之前就看这一档新闻，上海本地的。农业困难紧各港新闻坊来帮忙。2013年的时候啊，全国10个省份呢曾经发现131例人感染 H7N9。半夜鸡叫。终于，来了来了，终于叫了。最近呢，家住浦东新区不少居民向我们新闻坊反映，称楼下临街商场在偷偷售卖活鸡，而且啊，每天凌晨4、5点钟进货的李雨时候，佳、冯程朗加大字号，好家伙！这个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个记者名单里，还是值得拍一下的。绝对。冯程朗，哇，记录一下。哇哦。那接到投诉之后，我们的记者凌晨时分前往现场展开调查。这声划破夜空的长鸣是求助市民蒲女士近来最熟悉也最烦恼的声音。这是他们配的，对，是太尊重了。现在是凌晨的4点3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路的号。在我身旁的这辆3轮车正是爆料人所提供的声音来源地，而在这辆车5米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就已经能够闻到特别重的鸡粪的味道。4点40分，海鲜店开门营业。5点22分，一名黑衣男子出现，将3轮车上的活鸡搬运至海鲜店隔壁一间空置的门面房内。5点48分。记者以顾客身份进入这间门面房，表示要买一只活鸡。这是你们从市场拿过来的吗？做小路生意没有市场的，都是偷偷摸摸卖的，那批发一批的都有。这啥时候运过来的？我都跟你说了是早晨刚到的，你上直接现给我们做吗？大家提交的新闻片，我们会选出2组送给新闻坊节目，可能2组都播，也可能只播1组。
我们接到居民投诉举报说你这边有一个存在卖活禽的情况，是吧？我每天带几个，带几个？你是放在哪里卖啊？是？带我们看一下，现场带我们看一下好吧？进入现场后，我们依然能看到有鸡在笼子里。7分钟，下一组还7分钟还没上下一个呢？没有，不会吧？我们电梯。由于记者的介入，发生在海鲜店的活禽交易已被取缔。再来换一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呢，上海一场暴雨啊，哎呀！电梯！哎呀，最后一条新闻，我的天哪！哇！电梯！惊死了！今天上午，记者赶到小区11号楼，1楼电梯口已经围满居民。雨应该是从1楼下的，陆续从越来越大。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楼栋内有很多老人频繁进出。我在医院里，他不放心，他去看我去。2个电梯口。林卫，好严肃。哇，好严肃，好专业的样子。尴尬。你看俩都弄坏了。11号楼2部电梯渗水故障后，直到第2天才开始维修，这又是为什么呢？发现了这个情况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立即就采取了一些电梯停运的这个措施，然后通知这个维保单位，然后来进行抢修。因为我们这边的电梯呢都已经运行了28年了，然后很多备件呢都是说市面上一下都能够找到，也是实际的困难。哎呀，成就感还是挺满意，真的。记者发稿前，小区居委会已经组织物业方和居民代表召开会议，对后续换梯事宜沟通协商。希望大家如果遇到困难需要帮忙，遇到问题需要多说。圆满，太棒了！为大家感到开心。好了，送2条中2条，送2条命中率100%，太好了！恭喜！太好了，圆满，太好了，真棒哈！咱看着跟着看都高兴，跟着看都与有荣焉。祝贺这2条片子都顺利的播出了啊！虽然我们马跃龙老师和王国林老师不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2位老师啊。马老师这2天全程陪同，大家的每一个片子几乎都操心。国林老师昨天也是下了班之后到这儿陪大家到后半夜3点钟左右，所以也要感谢2位老师。那刚刚马跃龙也给我发来了消息，就是我们送2条片子都播出了。那么这2条片子我们也说了，我们还是要有1、2之分的。那么根据总编室总体根据画面、稿件各方面的大家的表现评议下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分1、2的已经不重要了。对，那能上去就已经很。在活禽交易的法规中，他们的监管对象是市场主办方，而事件中的个体经营户并不属于市场的一部分。活禽这个片子，我觉得最大的2个亮点就是一个是蹲守确实是民生新闻记者最值得提倡的一个采访手段，这是最真实的东西。然后后面就虽然是第1次做吧，就工整完整度上来说，好像还确实还不错，尤其是他后面还提到了，就是不同的部门在监管之间会不会有缝隙？哎，对，这点其实也很意外。对，整体看来这个完整度还可以。啊，应该看看第2条。因为我们这边的电梯呢都已经运行了28年了，然后很多备件呢都是说市面上一下都能够找到的。整体看下来啊，这个片子也算是一个完整的片子，但是完成度和整体的
逻辑铺排肯定跟上一个片子还有点差距，因为他所谓的28年的这个老电梯，他是在物业的采访当中一晃说过去的。对，说实话，尤其是电视播出和视频播出本身就是一个线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你就不会 get 到我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高龄老旧电梯。对，他得考虑到受众的信息的接收还有抓取，你可以反复的强 Q， 或者就反复的对再交代。对。啊，当然，这是实习生记者，他可能确实没有办法会想到这么深。对于这个案例来说，也相对算是完整了。就是当然，活情的会比那个电梯的更好一些。那么根据总编室总体根据画面、稿件各方面的大家的表现评议下来，李雨佳和冯成朗组是第一。那么美人将会获得10分。什么叫嗅觉？新闻嗅觉。新闻嗅觉。哎呀，被表演耽误的新闻人。不，我还是更爱表演一点。这不敢乱说，不敢乱说。下回踢馆不会是你吧？不会。那么庞征和杨林卫组就是第2，每人可以获得5分。当然，这个好的我们说完了，并不是说没有问题。这个实际上今天版面上我早就知道这2条片子在，也早就知道你会在提要当中出现，因为我这本电脑上是可以看到串联单的。但是我们最后播出的时间，大家看是在整档节目的最后。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片子要做修改，以至于修改的时间导致没有办法或者比较危险在原定的时间点播出。这个主要出现在你们2个的这个片子上。我建议你们回去之后，把这条片子的画面修改完之后的画面和你们自己的画面做一些对比。所以说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进一步努力。好，那今天就这样，好吧？能回去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睡觉真的是第1位的。太棒了！哇，好好休息！太棒了！好好睡一觉啦！这个实习搞得不错，真的，太恋人了，每一步啊！哎呀，我们庞征看着可怜死了你。没有，你一定要赶紧回去休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条会播，我觉得没白熬。我觉得它离播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扭头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瞬间为你感到开心。今天一定要早点休息，好好休息。因为你后面还有别的课题，我发现了，接踵而来。哎呀，也发现，可好。我看这样直播时候我心里有底。但他那个片子的画面基本上全部都改过一遍了，我还再复盘一下。赶紧抓紧之后的吧，好好休息今天。好。你们那个也是特别棒。靠，我魏魏姐现在真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啊，从零蛋一下子变成名列前茅。我也很开心。哎呀，第一次这么，我真的我都觉得满足的，他们的名字都很激动，好高兴啊！比我第一次，从来没有这么兴奋的看到过人在电视上。对，看到他们的名字真的不同，就觉得这个名字打在那儿好神圣啊！真的是看他们出现在电视上，好替他们开心啊！真的，又一次燃起了职业的神圣感。是的，不过这真的很难，我觉得民生新闻尤其难。对，因为我从来没做过民生新闻，我就觉得他们选的这都挺难的。对，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李雨佳和冯成朗有一点最好的就是大段的现场，就是现场该有的都有了，这种就是最鲜活了。就这个画面就赢了80%吧。出来也是漂亮的，完成度很好，太牛了！冯成朗，恭喜，太牛了！谢谢老师，特别惊喜。 2位都已经熬的都没有劲儿，开心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我好为你们激动啊！我没激动。我全程录像了，我帮你们都录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机位，为什么录？因为下面还有个镜子，所有人看的画面都在里面。哇！
哦，机位加镜子，就是其实他们不一定每天都有鸡，有这可能性啊，但我们蹲还是得蹲的。快，吃点有饼。谢谢老师，真棒！哎呀，这心里还没底儿呢，反正至少成功了第一步了呀。对，大胆山，大胆山，把这个前面的画面卡一点点。素材，素材，素材，素材。我就盲点了各种熬夜需要卡路里。谢谢，忽然有动力了。哦，电梯。熬夜值得了。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就看的时候我都快哭了。这次不是我哭了，这次换晨晨老师哭了。老师，你们都很棒，真的，第一次我都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哇，我觉得第一次就得要出镜剪辑，而且这么短的时间，真的。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你们也一样的，你们就是真的。我觉得看了他们的片子，其实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我跟你说，有很多选题上的原因，就是你们这个是，回头张老师肯定会跟你们说，就是画面上有点吃亏。没有，我是感动，被你传染了吗？被我传染了。谢谢。好好睡一觉，你们现在需要睡觉，好好休息，好好休息。走了，玉哥，回去眯了。我们先把灯点了，对吧？对，先点灯，先把灯点了吧。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5个渴望灯牌。耶！来，3、2、1，请亮灯。7盏，还剩最后2盏，太棒了！哎呦，这灯点完了，心里就踏实了。踏实了。行，你们聊着。话题也只有一个了，非常踏实，开心的时刻。其实这个话题也是我自己看到各位的时候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过去的哪一个瞬间让你感受到自己职业的神圣感？职业神圣感，就它不只是一份职业，不只是领工资，不只是一个被交办的工作，它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那我们先听一下俊林的想法，好不好？我觉得最有神圣感的事情啊，是每一次我看到我的粉丝，他们通过我，在积极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也在慢慢进步、慢慢成长、慢慢变好。那个是我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就是想通过我自己传递给他们的态度，就是你要去热爱生活，你要去热爱你所热爱的事情，你要去勇敢地追求你所想要去追求的那个目标。俊林是一个好的表达者，对，特别好。子期有没有你的神圣感时刻？神圣感，我觉得其实倒没有觉得特别神圣，但是我觉得我拍过的戏里面，我觉得最具有意义的一部戏就是《冰雪剑刀连》，讲的是抗美援朝的故事我觉得那部戏是我觉得在我拍戏的生涯里面最有意义的一部戏。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有观众他本身不喜欢看这种题材的故事，但是因为我然后去看了这样一个戏，然后去了解那段历史，去把这样一个正向的文化和价值观去给不了解他人去做到一个输出，去给他做到一个普及，让他更了解，去更加的学习这一段不曾了解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明白，你的这个诠释功不可没。先旭，我觉得职业神圣感这几个字儿，我觉得有点太大。我觉得我只能分享职业成就感。我跟子琪，我觉得我们俩说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其实那个是成就感，那个神圣感其实不能我们演员自己来界定。对，
我几个瞬间会很有成就感。不管在舞台上还是在剧组中得到掌声的时候，会有成就感。然后完成了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儿的时候，会有成就感。我觉得表演这件事儿本身给我带来的意义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当我觉得这个价值被实现的时候，那每一刻其实都是有成就感的。包括一些历史意义吧。刚才子琪说那个，我特别认同。我不是今年93的时候去参加那个晚会嘛，当时也是那种澎湃的那种感觉在，是神圣感的。对，那确实是神圣感。然后在那个大会堂里演的，那感觉实在是不一样。你抬头就能看到那个人民大会堂上面那颗亮着的五角星，哇，那感觉真不一样。那是作为青年演员的一个至高的一个荣耀的时刻。然后那个时候，听着台下的掌声和台上每一位表演者的欢呼、呐喊、怒吼，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发出的声音，觉得像是有血和气浓在一起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有过这种体验，这个确实切题，这是神圣感。能理解，能理解。全林老师，您作为这个新闻人当中，你问了我其实心情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就职业的神圣感。我离开新闻工作10年的时间了，但我就隔着屏幕去看这些实习生，去做这些暗访，然后平息纷争，希望改变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你会觉得说，也许看电视的人会变少，对吧？但那处火可能还是亮着的。就你没当过记者，你可能不能理解记者的那种，他永远跟社会一起跳动的心是什么样子。你当记者，你就是跟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它是非常具象化的一个状态。媒介在改变，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实习生接下来会多一点融媒体的实习工作，让他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事。媒介在换，但大家对于真相的那种期待、好奇和向往会变吗？我觉得不会。但是表述的方式、采访的方式，最后呈现的节目的状态一定会变，一切都会变，但是传播永在。人们渴望真相和渴望看到那些我说的眼前一亮、会心一笑、心头一热、当头一棒的东西，会永远这个愿望是在的吧。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一期的 offer 就到这里了，下一期不见不散喽！下期见。发布课题，这次呢是深度访谈，我们会请到4个嘉宾：王者荣耀 Fly 张春、哲来女孟雨桐，2个人一组，1v1的进行访谈。我对我们俩很有信心，无论是什么样子，我都信任你的呈现。都在酒里了，要交换戒指了，特别美好哈。不是我们共同的课题，我对这个课题很有信心。我也是，我心目中更合适的人选就是你。比心，就你去了，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赢。我带着我们俩共同的荣耀冲。好自信呀！有戏来了。孟雨桐，公众对于她的兴趣就是这一点。上一次在格力的时候，你是。哇，进入战斗状态了吧？换工作这件事情就跟情侣分手一样，身上有一层壳，那个壳是没有被完全挤。您其实改了几次名字，纯属扯淡，子虚乌有。你们在羊圈里唱歌，一派胡言，无需回应。遇到这样的被采访对象是有压力的，你会紧张吗？千万不要问认真。你有没有什么不能问的问题啊？你看他没有之前去接触过，你还满意吗？有一点点不满意。如果我有负担，我就拒绝呀，我也不是死人。不容易啊，这个采访。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真的觉得太难了，有一些纠结，这是有一个现在的。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
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 job， 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